想要每一天都和你在一起，像一键开启追捕每一天更新的小甜剧。从第一季到永不结束的大结局，我想要每一集有个甜甜的你，我想要每一集加段甜甜的戏，像一段 MV， 一切铺垫都是为了甜蜜蜜。有龙卷风暴风雨不重要，那都不是主题。我想要有一段量身剪辑为你，你的调皮可爱被我无限放大，精准的捕捉到你的小情绪，跟随着你的脚步此起彼伏在梦里。你的柔软细腻被我认真收集，宠你的纵容着你的小脾气，追逐着有你的镜头反复回看在心里。荣耀80系列 AI Vlog 视频大师邀您观看精彩剧集。哥，我问你个问题，请你如实回答我。干嘛呀？哦，你还要审问我呀？爱说不说。小诗啊，你现在脾气怎么变得越来越大了？啊？哎呀，好，你问吧，我保证如实回答。你爱嫂子吗？关于这个问题，我和赵青之间是有感情的。我非常赞同你之前说的那句话，婚姻只是一个开始，它是一份契约，但谁也不能保证感情的质量啊和感情的长久。这么说吧，我跟赵青之间，爱情少了一分，但是亲情多了一分。对我来说，更多的是责任。那你幸福吗？幸福只是一种个人的主观感受，这每个人的要求和标准那都是不一样的。就我目前而言，我的要求我很满足。回来了。顺利吗？顺利，你呢？可控。好。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你是不是喜欢我呀？这个事情呢，我想了一天了。我觉得结婚这件事情对我的好处远远大于你的。你这么一个清心寡欲、想要孤独终老的人，为什么要跟我结婚啊？当然有好处了。跟你结婚，我一共有3个理由。第一，我没有管理好我的家庭，尤其是我妈对你的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影响，所以我要弥补这个失误。接受。第二，跟你结婚，我妈就会彻底消除各种奇思幻想，而且你是目前唯一一个能压得住我妈的女人。谢谢。第三，我和蔡生都挺喜欢这个家的，也不想再搬了。
所以肯定不是喜欢上我了。肯定不是。口说无凭。落纸为证。嗯。这份协议是为期3年的婚姻协定，3年时间足够你完成所有工作上的事了吧？想的还挺周到，可以。3年内，我依然会支付我应当承担的房租。还有这一份协定，这一份是婚前协议，里面已经明确规定了我们婚前婚内的财产，确保我们协议结束之后不会产生经济纠纷，这应该也是你最熟悉的了。没问题，交给我。还有，关于结婚这件事情，我想尽可能的缩小的范围，还有减少开支。我们的婚礼能免则免，你觉得呢？不能同意更多。我上网查了，去民政局登记只需要户口本和身份证就可以了。户口本现在在我妈那儿，但拿出来应该不成问题。你呢？我妈现在肯定会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那个本子，但是我觉得可控。就这么定了，速战速决。速战速决。等等。不要谢。我想要每一天都和你在一起，像一卷开启谢谢。不每一天更新的小甜剧，从第一季到永不结束的大结局。我想要每一集有个甜甜的你，我想要每一集加段甜甜的戏，像一段 MV， 一切铺垫都是为了甜蜜蜜。有龙卷风暴风雨不重要，那都不是主题。我想要有一段量身剪辑为你。你的调皮可爱被我无限放大，精准的捕捉到你的小情绪，跟随着你的脚步，此起彼伏在梦里。你的柔软细腻被我认真收集，宠你的纵容着你的小脾气，追逐着有你的镜头，反复回看在心里。单平，单平，来啦！怎么了？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就是带不上。我帮你。好了，我看看。真好看。好看什么呀？我现在连副耳环都戴不好，我真是越来越没用了。姨妈，你知道吗？从小到大，我妈跟我说的最多的就是你。她一直特别羡慕你，因为你做什么都非常出色。人长得漂亮，成绩又好，有时候她甚至都不好意思说是你的妹妹。但是，你从来不会因为自己优秀而骄傲。反而总觉得自己做的还不够。在我妈妈眼里，你优秀的不得了。是你妈妈善良，我哪有她说的那么好？我相信她的眼光不会错，我的也不会。姨妈。这些年，你一直都在为别人而活，直到今天，你终于有机会去尝试那些一直想做却不敢做的事儿。在我心里，
你的选择比任何人的眼光都重要。就算很难也没有关系，有我陪着你。好孩子，是没事。差不多，会要开始了吧？你心里有多大把握？一半一半。玉兰集团董事会的成员里面，大多数人都好搞定，最难对付的估计就是蓝总的大哥蓝佑国。蓝佑国当年被逼下野，当了10几年的闲云野鹤，野心就像野草一样啊，只要有一点机会，就会蓬勃发展。这个你是有发言权。面对这些老狐狸，我们的蓝总千万要顶住啊！谁来当执行总裁固然重要，可是董事长，你跟洛威玉兰的案件也要说清楚。我们公司停牌这么久了，也得给证监局一个交代。我听说董事长个人要承担几10个亿的债务，是不是真的？您打算怎么还？是不是打算让玉兰集团输血呀？对。我认为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国不可一日无君。我们集团需要一个能说了算的人。蓝董，你认为呢？大家静一静，请听我说，听我说。我知道，你们在座的每个人都不希望看到我坐在这个位置上，也不相信我能管理好玉兰集团。但是我请你们记住，我比你们任何人都在乎玉兰集团。它对我而言，不光是生意，也不是谈判的筹码。它在我人生中有最美好、最珍贵的记忆。我赞同刚刚钟董的意见，眼下当务之急是确认新的总裁人选。所以现在我就行使我作为董事长的人事任命权。从今天开始，玉兰集团的新任执行总裁是赵丹萍小姐。什么？赵丹萍？人吗？啊？儿戏吗？这是？就是啊。现在呢，他们是肯定不会让赵丹萍当这个执行总裁。赵丹萍虽然是蓝家的人，但她并不姓蓝。蓝佑国的儿子才是众望所归。现在就希望这个赵丹萍自己可以坚持住，因为只有她才能真的帮到蓝总。是啊，现在战争才刚刚开始。秦律师，在聊什么八卦啊？秦律师，你不会感兴趣的。他不感兴趣，我感兴趣啊！说说看。咱们律所呀，有人明明是单身，却假装已经结婚了，厉害吧？慧姐，敢骗我！李代，你个骗子！我居然相信你，我真是疯了吗？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。我当然知道不是你啊！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做人事工作有20年了吧，真的是越来越大开眼界。以前光知道有人隐婚。哦，隐离婚我真的是第一次听说。离婚？对
对啊。哎，我告诉你，现在有人突然告诉我说，有的人明明未婚还要装已婚，我一点都不稀奇。为了升职加薪拿资源，竟然能做出这种事儿！真的以为这种低级的谎言能瞒天过海啊？把我唐一慧当成什么人了？傻子吗？我的智商有那么低吗？你站那么远干什么？过来！既然有什么话，您要杀要剐，您就直接说吧。压力很大。我要知道怎么处理，我还找你来干什么？我找你来就是为了跟你商量怎么去处理这个 Steven。Steven， 李律师啊，你最近这个思路好像又有点不大清爽了吧 ？Steven 呐，你们家庭部那个高级律师。你和秦律师打破头要去英国去培训，结果被他坐收渔翁之利的那个 Steven， 他离婚了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哼，有的客户啊，合同出了问题，老板娘去了趟集团总部，结果本来人家见到我都是笑嘻嘻的，结果这次可好。那脸一个个都跟刚从冰箱里端出来的一样，我一问才知道，这家伙半年以前就跟他老婆离婚了。你猜是因为什么？出轨！没错，这 Steven 的业务能力也就那样，凭什么他能当上高级律师？还不就因为他老婆是集团副总？哎呀，这注重背景不是咱们律所一直以来的传统吗？你看我笑话是吧？哎，你说这话可就没良心了。我要是只看重背景资源，你就没有资格走到今天这一步。慧姐，去，别在这打岔。这小子明明半年前就跟他老婆离婚了啊，居然在公司里不吭一声。这次他去英国进修的培训费、生活费全部都律所出，还外加一份5年的合同，这就是赤裸裸的欺诈呀！慧姐，不要为了这种人生这么大的气。我怎么能不生气啊？这种人不光让公司受损失，同时也间接的损害了你们的利益啊！你应该跟我同仇敌忾才对。同仇敌忾，怎么能这样呢？我肯定跟你站在一队的。那咱们怎么处置他？难，很难。难什么？你想啊，公司啊，在他身上投了5万欧，在培训之前跟他签了5年的劳动合约，就不要了，这相当于已经喂熟的鸭子跑到别人的笼子里呀。那就留下来用呗。我凭什么留他？我跟他之间已经没有了最基本的信任，我怎么放心把几千万的案子交到他手里？谁知道他还有什么事情在瞒着我？你说说看，如果你说，你会怎么办？我唐一慧可以接受失败，但绝不接受背叛。你鬼主意多，你替我想想怎么去处理这个 Steven。我一定要让他痛不欲生，生不如死，让他下辈子都后悔骗过我。行，我想想。你说，律所里说谎的人会不会不止他一个呀？
是不是还有人在隐瞒着一些我应该知道的事情？哎，你说是不是啊？你说话呀！不会的。大笨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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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笨蛋。劫后余生啊，秦律师。哎呀，我们秦律师还会心虚，还会害怕呢。缴枪不杀，坦白从宽，有自首情节呢，量刑从低啊，秦律师。要看笑话出门右转哦。什么是快乐星球？幼稚。你好，秦师。哎，秦律师，哎，你好，我想麻烦你个小事儿哈。是这样，我刚才在整理咱们这个人事档案，然后我发现你这个档案里啊缺少一份婚姻状态的证明，你看你什么时候方便能给我补一下呢？之前都不知道我们律所还需要婚姻证明这种东西啊。哎，对，是，一般来说呀是可有可无，但是呢，咱们这个律所最近的事情比较多，是吧？Steven的事儿你也知道，所以呢，刚才唐总专门找我过去安排这项任务。咱们律所的每一个人的资料都需要审核补齐，所以你看你什么时候方便，把资料给我拿过来一下。啊，我这边有客户电话进来了，我知道了，回头说啊，拜拜。哎呀，老秦，快点，你好好掐我一下，我是不是在做梦啊？你自己掐疼我了都。哎呀，小诗，你再说一遍，你再跟妈妈说一遍呀。我要结婚了哟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好什么好呀？谁呀？某些人信誓旦旦的说不结婚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了？啊，又改主意了？哎，你别吓唬我啊！你是不是捅了那个非结婚不可的大娄子了？你？哎呦，那女儿都多大了呀？她可不小了。真是的，这没有也行，有了不是更好啊？人家以后结了婚，早晚不是的事。你倒得开通来，你这……我能不能把话说完呀？哎，对，说完呀。前几天我爸过生日的时候呢，我说了不太好听的话，希望您不要往心里去。我知道你们作为父母，为我的事儿真是操了不少心。那我作为子女呢，不能只顾着自己高兴，忽略了你们的感受，所以我就想赶紧把这事儿办了，也好让你们放心啊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，这铁嘴里吐出柔情来了，欣慰。放心。哎，要是你结了婚啊，我跟你爸爸那就更放心了。哎，什么时候啊？你们打算什么时候？我想尽快。快点好，越快越好。因为我们呢都不喜欢热闹，工作又忙，所以我们就想办的简单点儿。哎，对的，简单点好的。跟你讲哦，结婚这种事情嘛，都是自己的事啦。哎呀，结婚呐，我们不要去跟别人比，对不啦？
这个婚礼呀，也就是一个仪式嘛，是吧？钱呀，要花在今后慢慢细水长流过日子上。老秦，你说我的意见对吧？对。爸妈，你们实在是太开明了，我为你们骄傲，爱你们。那把户口本给我呗。行。啊？你要户口本做什么啦？我去领证呀。什么时候领证啊？今天。今天。妈，妈，你不能这样老躲在里面不出来吧？开开门好不好？商量一下。你不能这么不讲道理啊！我就是这么不讲道理了。你要想和秦氏结婚，休想。妈，开开门好不好？好好商量一下嘛。你抢也没用，他不会给你开的。爸，要不你想办法帮我把户口本拿给我。户口本早就让你妈给藏起来了，我到哪儿给你找去啊？不都是你平时惯我妈惯的？哎，我惯我自己的老婆，跟你有关系吗？你的老婆弄得我的老婆受委屈，那这怎么算啊？对的，我们杨家的男人就是不该让自己的老婆受委屈。这样啊，你妈妈的工作呢，我去做，你呢就回去好好安慰安慰秦氏，自己的老婆自己哄，好吧？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让秦氏受委屈的。言为定。当然。耶。耶。你刚才不还答应我了吗？啊，我是答应了，我答应你结婚，我也答应你快点结婚，但我没答应你今天就领证。那明天？明天也不行。傻囡囡，你把结婚当什么啦？你以为是小孩子过家家的啊？且不说你跟这个男的谈了多长时间恋爱，认识了多久吧，哎，你想想，他登过我们家门不啦？我跟你爸爸见过这个人吧？他到底什么性格啊？长得什么样子啊？对你好不好呀？啊，脾气大不大呀？人品怎么样？哎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的呀。这怎么就要跟人家去登记结婚了嘞？真是的，没有一家家长会同意的。真是。刚才还夸您开明呢。开明不等于我傻呀。这主意谁出的？这跟谁的主意有什么关系啊？当然有关喽，有大关系的。这是谁家的孩子这么不懂事的啦？人家女方的父母也不去见一面的，这黑不提白不提的，就把人家辛辛苦苦养大的闺女就想给娶走了。哎，1分钱也没花过。哎呦，这种如意算盘打得太精了啦！妈，你这怎么又扯到钱上了？这是我的主意。你，别生气，都别生气，咱们有话好好说。来，你，我说啊，这婚礼不办也可以的。不可以。不可以。结婚是一个女人一辈子的大事儿，结婚的时候最能看出来一个男人把女方放在心里的什么位置上。哎，小诗啊，哎呦，你是不是读书都读得太多了，读晕掉、傻掉了啦？你要干什么？跟外头那些人学去什么裸婚啊？我跟你讲哦，结婚的时候你千方百计的给人家省钱，不跟男方提条件，人家会领你的情吗？人家会感激你不啦？
人家怎么看你的，人家会怎么想你的啦？妈，那，快听话。你怎么又说到钱上了？你当年结婚的时候不也没办婚礼，没收彩礼吗？结婚戒指都是结婚以后才买的，是不？正是因为我这样，所以我才被压制了一辈子，被人家踩在脚底下一辈子，能晓得不啦？哎，胡小妹，谁这辈子把你踩脚底下了？你说这孩子的婚姻的事儿，你怎么又扯到我身上了？你说你这人，小诗啊，妈妈这辈子就是活生生的例子。一个女人结婚的时候不跟男人提条件，那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，是个彻头彻尾的大傻瓜。所以我不愿意让我的女儿这个样子。你说妈妈提钱，什么事情都看钱。哎，我问你，没钱你能活到这么大吧？没有钱你能读得起那么多书不啦？你买车买房不用钱？所以呀，你得跟那个姓杨的小伙子讲，你们要结婚，爸爸妈妈都是支持的。你们想早点结婚，我们也高兴，对吧啦？但是，他想结婚，别人家里有什么，我们就得有什么。婚房啊，婚车啊，婚礼怎么办呀？装修啦，家用电器啦，他通通都准备好了，就过来娶你。户口本，我帮你收着。他小子想一分钱不花就把我女儿娶走，没门儿。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？为什么所有人都要跟我作对啊？我就是想简简单单的领个证、结个婚、升个职。怎么这么难？11层是西天吗？我是去取经吗？至少你妈还有提要求，而且要求也不算太过分。杨华哥哥，你能不能先勉为其难的跟我去一趟我们家？不管我妈那边呢提出什么要求，你就先假装答应了。咱俩把结婚证领了，领证以后，婚礼的事儿再说。这样吧，退一万步讲，万一要举办婚礼的话，咱俩一人一半。好，我全出了，全包了。我不是说这个，你妈那边是没什么大问题，但我妈这边我担心。这样吧，咱们先从容易的来，先把我妈妈这边搞定，你们家那边慢慢来。可以。你什么时候有空？我都可以啊。爽快。我发个东西给你。这个呢是我爸妈的喜好，还有他们的口味。我们家的状况呢是这样，我爸说了算，但是我爸对于咱俩提前领证呢没有太大的意见，反而是我妈反对，但是我妈容易搞定。你呢把这张表看一下，到时候有我辅助你，咱们一定可以取得胜利。
不是我问别人了。别，你等，老高，我跟你说件事儿啊，杨华，他要结婚了。哎，你记不记得年前我给你打的赌啊？我就说杨华绝对是纯爷们儿，性取向绝对正常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和大熊还有娃菜还有冬瓜睡上，把钱给我准备好，一个都别想跑。哼，兄弟，我真谢谢你了，这回你可帮了我大忙了。虽然呢我学习渣打球渣，但是我总有机会在你们这些学霸面前展露一回。哎呀，胜利虽然迟啊，但会到的。能不能正经点啊？能啊。哎，那现在女方对你俩这个结婚是什么态度？同不同意？基本同意。好事，那你现在惨遭白眼的概率只有1%了。但是重点来了，就算整个感情的天平全部压在你这边，你也不能骄傲自满。第一印象有多重要，不用我再和你强调了吧？所以你要在第一时间之内争取到你岳父岳母的认可。问题就来了，在秦氏家里，谁比较难搞定？是岳父呢，还是岳母呢？秦氏妈妈。哎呀，那就不好办喽。一个难缠的岳母，能让天堂瞬间变成地狱的。但是你不用怕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有我呀，我可以教你。啊，我告诉你一招，对付岳母就是轰他啊！俗话说得好，一个女婿半个儿，你就对他比咱亲妈还要亲，一定能骂到成功。这就是你说的那位啊？怎么看着跟小孩似的？多大了？讨厌！我今年28。28，好年华呀，可以呀。大嫂，你今天怎么也来了？啊，今天你大哥在学校开会，所以特意让我代表来看看，看看。行了，大家都别看着了，这菜嘛做出来是要吃的，大家都动手吃吧。那个杨华啊，那个我们也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，就简单做了一点，你就随便尝尝吧啊。忙了一上午，做了一桌子的菜，那人家还和你说：“哎呦，不好意思，没做什么菜，你就随便吃一吃。”问，现在你要怎么回答？阿姨，你太会开玩笑，做这么多菜还说没有菜，你这回答就错了，顶多60分啊！在岳母眼中，最完美的回答应该是：阿姨，您太心虚了，做这么多菜还说随便做做，谢谢阿姨。来吧，吃吧。吃饭。吃吧。你要吃什么？我帮你加。丸子。哎呦呵，这装的真像啊！吃丸子，老婆我也要吃，吃我自己夹。那我要吃鱼。杨华，对吧？会喝酒吗？喝酒呢，应该来说是绝对的陋习，但是呢，你第一次去别人家里，那你这就是一道鬼门关的题啊！一定要拿捏好那个分寸，啊，特别是老人家如果相信酒品如人品的话，那你更要小心了。这喝酒，考验的是一个男人的定力、魅力、勇气和担当，你不能推辞，但也不要贪杯哦，不能耍小聪明啊！你呢是能醉，但是不能大醉。我跟你说，我当年去我那个岳父岳母家的时候，我就因为没把握好我这个分寸，我不说了，都说的都是眼泪。那你说了这么多，到底喝还是不喝啊？你傻呀？
你觉得呢？疯了。那个杨华，不着急的，慢慢喝，慢慢喝，慢慢喝。哎，我觉得挺能喝的呀，爸，这挺能喝的，能喝就多喝点。行了，行了，干嘛呀？干嘛呀？我这帮他给咱爸刷印象分呢，你这干嘛？这得没多少，他喝不喝？这真是。行了，别倒，别倒了。没事儿，这才多少，他能喝，他爸他能喝，你看他。你不用理他，不用喝啊。没事，我有分寸。那个，你们先吃着喝着，我去再做2个菜啊，少喝点你。哎。没事吧？来，咱接着喝，咱俩喝，来，爸一起，来一起来，少喝啊。怎么了？回去吃饭去，别在这给我添乱。我是都按照你的要求把人都带来了，怎么还不满意呀？还要做什么菜？我来帮忙。哎呦，小弟弟酒量可以啊，还能喝吗？能喝那咱就一醉方休了。少来，少来，没事，这爸这才多少度啊？这个他能喝的。杨华，你跟小诗是怎么认识的呀？啊，怎么认识的？爸，他们俩是国外旅游的时候认识的。我问他呢。我和秦氏的相识，是在一次完美的邂逅。29年销量领先，南孚聚能环邀您观看《爱的28定律》。那经过上一节，当我们梳理好捆婚背后真正的原因的时候，我们与对方进行充分交流，那这就让我们的人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，就是我们如何努力建构我们2个所认可的婚姻新脚本。今天这个时代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摆脱旧脚本中的对角色的这样的一个限制，我们没有必要去扮演过去那样的好妻子、好媳妇角色，我们是可以跳出牺牲者的角色的，我们是可以享受婚姻、享受当下的，因为我们并不需要做所有人认为的好妻子。我在婚姻里，我只需要做我先生能认同的妻子角色就可以了。那我自己在婚姻里就不太符合传统的贤妻良母的角色，我不太喜欢做饭做菜，也不太做家务。但是那又怎么样呢？我先生他觉得跟我在一起，如果能让他放松，能让他开心，他就觉得很好。哎，我觉得这一点我是能做到的，我自己也觉得很好。我们协商了一个我们双方都能认可的分工体系。所以我特别鼓励大家勇敢一点，你首先需要进行自我对话，你得知道自己要什么，你能做到的角色是什么，然后我们去提升改变的勇气。我们得相信我们爱的人，他也是有能力跟我们一起去打造这个新脚本的。那么到第3的时候，即使结果没那么好，我们也可以改变自己的认知。好的婚姻是需要有离婚的勇气和底气的，离婚并不等于人生的失败，单身也是人生的一种选择，它没有好坏之分。所以我们需要思考婚姻和爱情的关系到底是什么。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恰恰是因为婚姻，我们才能获取2个人最大的利益，我们才能实现1+1大于等于2的这样的一个结局。所以当我们恐婚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想想看，婚姻的代价可能是大的，可是投入在其中的时候，可能它的回报和乐趣也很大。我们要不要去尝试一下呢？